我是江苏扬州人，我跟江泽民是同乡，但是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连它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客厅放我父亲一张照片，就是在慈湖拍的一张照片，到现在为止还是放在就我家的酒柜正中央这样。我就回去看到那张照片，我就觉得，其实我大概还是能理解，就是父亲对于国家他的，因为他是跟着军队过来的。我爸过来的时候好像才19岁，跟着他追随的领袖，跟着部队这样子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那他心里对于那个东西，那个依赖一定是很强烈的。那我相信他也是很期望，就是有朝一日中华民国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对他来讲，那个一定是他除了看到我们2个儿子长大以外，可能那个是他最大的毕生的梦想。杨牧老师的诗作是里面描述一位法律系毕业的青年写信给杨牧老师，问他公平和正义的问题。那时我忽然有一种挫折感，好像诗里面讲的法律系青年就是我。尤其是读到其中一句“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叫故乡”，看到这句突然受到很大的震动。我的解读是，母亲象征我们的归属，也是我们成长的这片土地的化身。那母亲没有看过，意味着一种不踏实的、被支配的认同想象。即使我与诗中主角的出身不同，但很讽刺的是，我与我的父母在我们所见所闻、触摸得到的这片土地土生土长，可是我们也一样永远看不清楚故乡是什么样子。我是谁？一个简单的问题，对台湾人来说，却从来没有简单的答案。1945年，一群在婆罗洲战场的台湾籍日本兵，因奉命虐待澳洲俘虏，战后遭判重刑。在日本服刑期间，因为是台湾人，无法获得与日籍军人同等待遇。服完刑役之后，选择回到台湾的人，又因当过日本兵，被视为具有皇民化思想，遭国民政府长期监控。1946年，大战结束，台湾女医师蔡阿信
想从加拿大回来台湾。他到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却因为他的出生地是台湾，被视为是日本人，而遭到拒绝。特殊的历史际遇，1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在台湾人、日本人和中国人3重身份中游离不定，纠缠不清。我曾祖父啦是湖南人，我的曾祖母是卑南族。我祖父是在台东出生，所以我祖父就没有认同的问题。那我父亲他是受日本教育，修高等学校，一个做日本的检察官，所以相当正直的人啊。所以他看到国民党来了以后，那种228的那个屠杀事件，因迄辈人拢知影嘛，所以他们常常在批评国民党，因为几啊朋友来做伙啉酒开讲泡茶，都是咧批评国民党。我听了就一肚子火，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蛮疏离的哈，就是感觉讲，我爸爸跟我无同国的安尼吼，然后我感觉伊很不爱国。我认为，如果我们以年纪来讲的话，会在认同上面比较模糊的，应该是35岁到55岁这一块，有很强的这个国民党教育的这一个党国教育的这一个洗脑的世代。咱的教育上大的生病了、病态，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去了解、去认识我们的土地，所以造成咱人民大汉了足大的迄种痛苦、困扰。就是我是谁？我18岁以前是中国人，读国立殡仪馆的教科书长大。充满了中党爱国的思想。万里长征，万里长征外，你是故乡。高粱飞，大豆香，别的花枝上赞扬。可1年级，我们老师就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啊！你们赶快好好读书啊！将来我们解放，但他不讲解放，我们反攻大陆之后，我们将来反攻大陆之后，你们都要当县长的。你看大陆这么大，这么多省，这么多个县，他们都没读书，他们都，反正就是他们很糟，他们就没有知识水准，都没读书，要靠谁？就靠我们啊！所以叫我们好好读书。我小学1年级，我印象好深刻，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我以后要当县长。我还回家跟我妈说我要当县长。其实小时候我们这个年纪都会有经历过那一段，就是老师一直跟你说，大家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中华民族。对，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有被老师这样影响，然后
也会常会说我是中国人，要当个堂堂正正中国人。对啊，那在我们从小的教育，像他刚刚讲的，我们从小的课本就是教导说我们是中国人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去背了很多的书，里面很多中国历史啊，什么中国什么夏商周啊、五代十国什么，你就一路背下来。可是台湾的历史很少，在音乐上面、文化艺术上面也是，我们不会知道台湾有什么有名的画家或者艺术家，然后你可能只知道林怀民，你可能只知道张大千，你可能只知道这些人。然后就觉得蒋公很伟大，然后回去又跟我爸说，我们蒋公好伟大，就有被我爸骂，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有参加过党外的运动，他说你们老师都乱教，然后就说那课本都乱写。到最近都还有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说国土起于哪里，对不对？南到真母暗沙，然后到什么喜马拉雅山，哇！我这辈子什么时候去到真母暗沙啊？那小孩做高中的考卷，还有什么南起我们的国土南起南到真母暗沙，那小孩就突然说：“老师啊，真母暗沙是地东位啊。”我那边有一条河，叫达瓦兰溪，我的部落世世代代的部落以这个达瓦兰溪为这个就是母奶孕育发展延续啊。整个原住民族的思维是很简单，就是在他所生长的这块土地成长认同，就这样而已，是这么简单。伊想怀念古早的面地担，两山市的香火，烧甲赤炎炎，烦恼也会面红红。这是写给我阿公阿嬷的歌。我从小生在邦嘎。长在邦嘎，到现在也还一直住在邦嘎。如果可能，我希望一辈子都不要离开它。新步行来青草下，闻着日本时代的繁华。阿公牵阮的手，是粗粗的梦。应该是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悲情城市》上演，我到现在《悲情城市》在大家心目中有它的评价可当年对我而言，去看《悲情城市》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就是因为他谈228事变。那在我的记忆当中，从来没有228事变这件事。那你看那个电影演得这么激烈，然后还有这么多人要逃命，还有这么多状况，突然想到奇怪，这是发生在哪里的事情？你很疑惑，然后才发现台湾有228事变这件事，我才开始回头去看说这段历史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对我来讲很惊讶，然后我就回头想说，到底是谁在骗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有被骗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比较强烈的去重新检视我的国家的形成是什么。国中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叫籍贯调查。就是班长啊，就是台上问说，闽南人什么举手，什么东西，外省人举手这样子。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每次班长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问到是外省人的时候，我都很不想举手。为什么不想举手？那这个东西是经过我很多年之后，我练过台湾历史之后，我才讲一下说，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想举手。
那是因为我代表的族群曾经是这个土地的加害者，曾经是这个土地的权贵。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认同一直在我身上，迂迂回回、曲曲折折这样子好多年。那直到有一天，我听到陈明章的歌，我会流眼泪。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认同问题已经解决，我就是台湾人。哇！我读延平中学。延平中学是白色恐怖的时阵，互国民党关啊，下校关起来。所以讲内底有一寡老师，伊去教的时阵，伊就会甲你讲，这个教材是有着考试，你家己爱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就开始一直看册，看足济，开始发现讲，这个教材啊，足问题足大的，甲国际的即个学者讲嘛无共款，甲在地的即个历史嘛无共款。我其实是足大的挣扎，因为这等于是否定我家己这几年读的册，我用遐侪时间去读，我用遐侪时间去思考，去认同，对我来讲，要否定我的这个人生啊。对我来讲，最大的转捩点，也许是有一次我看到王玉德的自传。然后他讲到他在高中任教的时候，他编了一出舞台剧。那舞台剧的内容是说，在一个岛上面呢住着一群居民，然后本来他们是被一群从甲国来的人管，然后后来呢甲国的人被乙国人赶跑了，乙国的人又来管这个岛上的居民。然后可是这个岛上的居民他们被乙国的人管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开始怀念甲国的人，说还是他们以前管的比较好。可是有人就出来讲说，不管是甲国也好，乙国也好，我们都不应该被管，我们应该做自己的主人。那我看了王玉德自传里面关于他编的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认同的过程的缩影，就是台湾过去曾经被殖民，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到台湾来殖民统治，我觉得都不如我们自己做主人的好。因为我很喜欢看历史故事，然后小时候老师讲那些中国历史故事，我也觉得很有趣。但是我对台湾历史都不懂。后来看到李晓峰老师那本书之后，我就想说，哇，怎么跟老师讲都不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会觉得我们以前的历史课本其实还蛮病态的。因为以前历史课本有一章都会讲说，我们是怎么去汉化别的民族，把他们文化消灭，然后这样很伟大，就是逼迫他们放弃他们胡人的语言，讲汉语，然后逼迫他们不要穿自己的衣服，穿汉族的衣服，然后会觉得这样是很值得鼓励。但是现在看来，这是很病态的一件事情。那当我多看了一些书，然后听了一些地下电台，或者是多认识一些曾经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之后，我才知道过去我受的那个教育是多么的虚伪，然后编织这个虚伪的教材的政党，它其实是非常不义，而且充满了谎言。那我觉得看到了这个政权它背后编织这些故事的企图心之后，你才会知道他们是在压抑台湾认同的。那因为这种压抑，所以台湾认同会更出头。后来，兴业以陈文成事件为主题，写了一首诗。有人教我公理和正义的答案，呼应养母。有人教我公理和正义的答案，20年拾级而上。命案现场旁图书馆内，一列列齐整的泛黄如窗外人行。我顺其昂扬依旧的目光翻阅辨识，墙角一张20年前的地图，搁浅于数位化的脚步中。长安和日头哪个远？他们都说海最远。有人一辈子也到不了那个被海洋凝视的自己。
1个世纪以来，台湾人在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追寻公理与正义的过程中，逐渐形塑出自己的国家认同。我77年读高中，迄阵读高中意思就是下学读啥，阮都无爱读啥，所以拢家己去找册来读。嘛，足侪人斗阵咧问讲，台湾是啥物世界是啥物，要做啥物款的人。但是迄阵还无到国家认同，迄阵还咧做的是讲，咱需要啥物款的社会，咱仰望啥物款的社会。伫这个过程内底，我选择了认为台湾是真独立的国家。我是到开始有接触到社会运动的时候，然后开始理解说台湾这块，从土地上去反映说我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人。然后我才想说我是台湾人。你想要其实很简单，你就在地，你住在台湾，当然是以台湾为主轴为轴线的这一个几百年，或是包括原住民在内几千年的历史观嘛。所以说那个是最单纯正常的一条，就是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以后，你回来的是一个最淳朴的一件事情。你若无国民党给你控制，没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试图政治上面的影响你的话，你回到最简单的一种在地的一个认同。其实我们那时候组团，老实讲就不是为了商业，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理念。我们只是把音乐当做一种我们去抗争的工具，或是宣导理念的一种工具。从东京到台北，再来到纽约，我们的脚步从来不停歇。巡回的武器是音乐，made in台湾的纯正口味。我们会想要让大家多了解一点，这就是台湾的音乐，这就是台湾的生命力，这就是台湾的创作。我要你听到明了，知道台湾的荣耀在这 right now。我们会希望用自己的母语来创作，让大家觉得好听的音乐，让它反过来，甚至让外国人来学台语，来学客家话，让他觉得这是很好听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去追求哈韩哈日，我们也可以让外国人，让我们小孩子来哈台才对。咱是台湾这个国家，每创作你讲听无，听到日本、韩国煞点咧叽叽叫，大家哈日哈韩做阵卖怨叹，做伙拍拼，外国人拢来哈台湾。从我们的歌里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说，台湾的传统音乐原来那么好玩，它可以变成那么流行的一个音乐哦，原来台湾传统音乐有那么冲的感觉哦，对啊，这样就很好。我们走不停留，环游世界5大洲，就像披萨切成5块，我们走遍全球。但是你不知影，阮来自都是讲对人，起码要清楚。去年，我们去多伦多表演的时候，
然后那个场地是一个很多观光客来往的地方，所以台下坐的很多也是路过的观光客。我们唱到有一首歌叫做你的名字叫台湾人，然后我们唱完了之后，我们就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美丽而漂亮的独立的国家。我们讲完以后，很多台湾的留学生非常开心。新竹牌也有写，我来做福建中拖单嘛，有听过台湾故乡较早是番啥？到底我是何人还是西拉雅？有啥啥？不过会当确定阮的名叫做台湾人。要嘛，Thank you， 小妹，阿里多你好，好，所以我要跟大家就是说，后来这个认同都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不管在学术研究、博士论文或者是创作上，都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主轴。那我发现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发现在学术研究上最好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里面、人文研究里面最好的研究跟最好的学者，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政治，不会离开认同，不会离开意识形态这几个 term， 这个都是最中心主轴的议题。也就是说，你要研究做得深，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去碰触，而且你要做得扎实，那你的学术才会有分量，才会有深度，否则你都只是在上面很肤浅的浅层而已。好，所以这变成认同跟我刚刚讲的 ideology 或者是 political 的东西，就变成是我每天都是要存在、要面对，在研究上或者是在创作上。我记得有几次很有趣的经验，就是说当我写出来，我写说我也是照着写 Mainland China 这样子，好，那我们老师就把 Mainland 划掉，而且他那个划掉，你可以清楚感受他的情绪，就是写这干嘛这样子，然后就看到第二个再划掉这样子，他也不说什么，他就划掉 China 就 China， 什么 Mainland China， 好，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声音。可是当我回来看到那个字的时候，那个一撇其实对我很大的反应，就是你被拿一个皮鞭打了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我怎么又没有意识到了，我又在做一个 copy 的动作了，这样子。那他给我的这些动作，其实都给我很多机会去思考说，一样的，我是谁啊？我来自哪里？我为什么要 Mainland China？ 我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当我讲 Mainland China 的时候，我是怎么 position 台湾的，或者 myself 的这样？你看，我已经活到30几岁了，我还是需要一个外面的人来提醒我这些用词本身产生的问题。我们就这样一直找事情做，不然没有依靠活下去。有位本来当医生的营友，绘制了一份很详细的星座图。他常在夜晚熄灯后，教大家认识星座。他说，认识星座，哪天你们要离开绿岛，即使游泳都可以靠着它，找到回去台湾的方向。高中的时阵，我组团啦，玩音乐，拢写啥拢感觉无啥物感动，啊，袂去找到一种真正有一个足强的力量来支持我来做创作的这种元素。啊，但是对台湾开始有认同了后，我不管是读原住民的神话啦，然后读任何的这个土地发生的代志，其实拢就有感动的。所以虽然中间有一个要自我否定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找到那个认同很值得，我嘛感觉讲足 lucky 的，因为我是感觉，因为我伫台湾，我才会开始发现讲在地的物件是遮重要，我才
叫感动，经过一个挣扎，经过一个自我抗争，体内的战争，才挖掘出最真的东西了。啊，你这物件提出来了后，欧洲人、美国人，因就会感觉这最重要的啦，因为对因来讲，因嘛是写家己的物件，啊，看到亚洲人开始写家己的物件，伊当然就会 admire， 啊，嘛会想要 follow。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其实伴随的是一个台湾主体意识的一个成长，也就是台湾认同的成长，台湾人意识的一个成长啊。那尤其是这3年来，在国民党重新执政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发现说这样的趋势，它也并没有太大的减缓啊。那我如果以这个2009年。这个《天下》杂志它的一份民调可以看出说，有6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啊。那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是22%，那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仅有8%。如果以年龄交叉来看的话，年轻族群在我刚刚所引用的《天下》杂志这份民调里，它平均值是60%多，那年轻人自认台湾人大概是75%。也就是说，年龄在20几岁这个年龄阶层，大概都比整个平均值多到1%多。这几年有非常多所谓的台湾之光出现，在这个媒体的渲染下来，就是王建民之后，非常多人只要在国外比赛得到了奖项，他就说他是台湾之光。那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些台湾之光在国外拿到奖的时候，他也许挥舞国旗，也许是振臂高呼，但他们都会说。我们是台湾人，他不会说我是中华民国人，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这是非常简单，他也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会说我是台湾人，或是台北人，对，他们会说我来自台湾什么这一类，会讲这一类的话。因为阮太太是外省，因爸爸是大陆来的嘛，所以伊到即马，伊其实对伊来讲，台湾应该也是爱互国民党管才好，但是对伊来讲，伊嘛认为台湾是独立的。但是伊袂当讲台湾爱独立，对因来讲。